教官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谁？要做什么？别碰我！你混蛋！我要杀了你！出气，深呼吸，加油，马上就出来了。狗男人，别让老娘逮到你！白家大小姐白楚熙未婚先孕，有辱白家门风。白二爷之女白楚英重回白家，生了，是双。是双胞胎，是双胞胎，不过弟弟生下来就是死胎，一个野种留下来当你未婚先孕的证据，另外一个就当做我身份的叫板。我亲爱的姐姐。妈咪，你可以给我找个亲爹地吗？顺顺乖，国外的男人都不靠谱，妈咪这次一定给你找个爹。加油，妈咪！副总，这是老爷子和夫人的意思。白小姐是您目前最合适的妻子人选，而她也有一个儿子，和少爷同岁。和玉宝同岁，那前夫是谁？为什么这么明显呢？白家将那个男人的信息藏得很深，我们没查到。对了，副总，那个女人的信息不断，似乎有人在阻碍我们。继续找，玉宝的状态越来越差了，医生说如果再找不到，他可能会陷入重度抑郁。是。我去，这个男人怎么和生生这么像？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606包厢，傅先生对吗？啊，是。教官，他怎么可能是那个狗男人？我在想什么？但这个男人看起来比前几个靠谱，靠谱多了。了解。你好，白楚熙，未婚带一个娃，你的资料我看了，不错。白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的资料我也看了，接挺满意。合适的话，我们去领个证。抱歉，我比较急。这就成了？我找了几十个男人，终于碰上靠谱的了。巧了。喂。奇怪，妈咪打电话明明就在这儿，怎么找不到呢？小兔崽子，这厮和白楚熙变了花折磨我，看我今天不让你去见阎王！这怎么还换了身衣服？不管了。顾宇航，这个大坏蛋怎么也在这儿？如果你再敢欺负我妈咪的话，少爷还揍你！白小姐，聘礼呢？过2天我会让人送去白家，婚礼就办在这几天，你看如何？可以，非常可以。白主席，那个小野种现在在我手里，拿300万过来，不然我弄死他。副总，小少爷失踪了，怎么回事？还不快找啊！顾宇航，你，傅先生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把监控录像发过来，我马上过去。小野种，听我的，不然我弄死你！顾宇航，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。他是谁？为什么救我？白主席，4年前你不但给老子戴绿帽子，还和这个小野种一起欺负我，我受够了！顾宇航，钱我拿来了，只要你放开生生，这件事我可以不和你计较。不计较？好啊，你先跪下，给我磕几个，再把你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光，最后陪我1晚，怎么样？你，我跪。白主席，你也有今天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敢动我儿子，你活腻了你！儿子，她是我妈咪。糟了，我把妈咪跟丢了。玉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叔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玉宝。玉宝，你敢开口说话了？玉宝，你没听错，小仙人真的开口说话了。我又不是哑巴，当然会说话。大叔，你北冰，来一场。做什么，大叔？抢小孩了！副总，小少爷的自闭倾向似乎痊愈了。
什么痊愈？小爷我根本就没病！坏大叔，你最好赶紧放我离开这儿，不然等我妈咪来，第一个收拾你。自闭亲生没了，可为什么又会胡言乱语？去查他今天到底见了什么人。是。玉爸，爹地呢给你找了一位新妈咪，不久后你们就会见面了。我有妈咪，不用你帮我找。对，我们玉宝有妈咪，那我们玉宝的妈咪，那她是谁？在哪里？难道今天玉宝遇见的那个女人，这些话都是她讲的？我妈咪可是全海城最漂亮的女人，白家唯一的。副总，您要我找的人有消息了，她姓白，是白家的一位小姐。把她身份信息给我。副总，这位白小姐的确有您的玉佩，但情况吧，有点儿……带她来见我，立刻，马上。医生，我们家珊珊怎么了？她一直聪明好动，但是最近这几天她不愿意开口。白小姐，根据我的初步判断，您儿子有自闭倾向，而且虐待孩子可是违法的虐待，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忍心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顾宇航？珊珊，你怎么不跟妈咪说呢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别哭，妈咪不哭。如果我真是生生就好了，可我只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白小姐，孩子爸爸呢？这个时候最需要父母陪着孩子了，哪怕工作再忙，也要让他爸爸多陪陪他。谢谢你，医生。需要双方父母的陪伴。4年前那个狗男人怎么配做生生的父亲？对，我可以找傅涵啊，他就是我找来给生生做爸爸的，这时候不就用到了吗？生生宝贝，妈咪给你找到了爹地，妈咪现在就带你去找到。傅涵爹爹，他发现我的身份了，要把我送回去。不要，我只要妈咪。啊？生生，你之前不是还说……小姐，那帮人又找上来了，这次甚至直接查到了白家。什么？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几次平白无故查到我头上？不知道，小姐，他们是凭着你带的玉佩。玉佩？是他4年前那个狗男人。带着玉佩来找我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这玉佩价值连城。老板，能查到是谁吗？这玉是我捡的，我想还给他，然后敲断他的腿。持有者的身份无比尊贵，难呐。我没找上他，他反倒找上我了。小姐放心，我已经略施小计把人挡回去了。近段时间内，他绝对不会再查到你身上。你做了什么？总，人现在就在办公室，他有个和您描述一模一样的玉佩，4年前和您同时入了一名旅店，但是他和您记忆里的有出入。人呢？哥哥，我有没有说过不准随意别人进入我办公室？你长得还挺不错嘛。这个玉佩是你当年留给我的，你说会对我负责？4年前你睡的人，来验验，怎么样？惊喜吧？副总4年前过夜的女人竟然长这样，太残暴了！你急什么？我人在这儿又不会跑。你要实在着急，怎么可以？不对，这玉佩是假的，而且你耳后也没有那种自信，你不是他。给你玉佩的人现在在哪里？不敢出现就拿这种方式耍我，也是。4年来，因为他这个做母亲的失职，让玉宝患上重度自闭，现在自然是不敢轻易出现。这玉佩就是我的，你现在想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告诉你冒充身份后，4年前他丢了自己的本子，构成遗弃罪，犯法的。副总，这孩子是被人在楼下长椅上发现的，后经 DNA 检测发现他竟然是您的亲生儿子。那个女人呢？已经派人去找了。那个人明明告诉我，只是演场戏就好了，怎么被犯法呢？我说，
那个给我玉佩让我找你的人是个男人，他戴了个口罩，眉毛上有道疤，是他把玉佩给我的，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找你做场戏。男人，她丈夫难怪会把玉宝抛弃。李威，去查。是。天哪，怪不得副总4年以来无欲无求，原来是喜欢这号。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豪门果然不是容易进的。拿假玉佩糊弄我，胆子够大。傅先生，来，小姐。生生最近生病了，医生建议父母双方多陪陪他，能不能抽出时间和生生见一面？可以啊，你需要我带几名儿科医生过去吗？玉宝之前也经常生病，我这儿有专业的儿科医生。可以吗？医生说生生有自闭倾向。自闭倾向，情况和之前的玉宝一模一样。那他的亲生父亲呢？从4年前生生出生起就没见过一面，估计是死了吧。4年，这4年来那个女人也未曾看过玉宝，难不成是死了？对了，明天爷爷80大寿，你带着那个孩子一起来，我也见见那个孩子。那就多谢傅先生了。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。这4年，因为他让我和生生遭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和谩骂。我不同意。白楚熙未婚先孕，生下和野男人的孩子，这种人根本没资格当董事长。对，我们也不同意。白老，我觉得你的侄女儿白楚依小姐比她更适合担任百事董事长一职。是让我见死！我居然和怪大叔的儿子长得一模一样，妈咪现在一定很着急了。我要逃出去找他。对了，怪大叔说明天要参加一场寿宴，我可以趁机逃出去。生生，待会儿就能见到爹爹了，妈咪保证你一定喜欢。这里是兄爷爷经常举办宴会的地方，妈咪这是要把我送回去吗？怎么了，生生？啊，你的小面具，妈咪给你带了。那帮人又找来了，还精准定位到了我，我到底要不要告诉白总？感谢大家来参加爷爷的寿宴。副总，似是白燕的那个男人，我们基本已经锁定目标了。巧的是，他也来参加老爷子寿宴。您看我们寿宴后行动。嘿嘿嘿，我戴了面具，大叔一定认不出我。趁他不注意，我就能逃出去。天啊，怎么那么漂亮？怎么跟女精一样？是妈咪！夫人，傅先生，这就是生生。生生，你看，这是爹地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妈咪，真的是富含爹地，不行，我不要回去。玉宝，为什么总掐自己的手？玉宝，妈咪，真的是你，小叶，我终于逃出来找到你了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妈咪。妈咪，她就是妈咪真正的宝宝。怎么可能，妈咪？我们才几天没见，你就把你的大宝贝忘干净了？我是你的。带上他，以后就算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爹地也可以通过他来找我。玉宝，你怎么在这？谁允许你乱跑？走开！我不是玉宝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大叔。妈咪救我！这个坏大叔！傅玉，别以为你戴着面具我就不认识你了。今天是你曾爷的寿宴，容不得你混。我不是玉宝，坏大叔，你松开！妈咪救我！奇怪，这孩子的声音和语气怎么和生生一模一样？妈咪，她就是你一直找的那个女人。妈咪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妈咪，我不在。你竟然背着我，偷偷有了新的宝贝，坏蛋！你冒充我！他发现我是假冒的了，可我不想离开妈咪。生生乖，不怕啊。傅先生，你是不是提前向玉宝介绍过吗？我根本没向玉宝说过的，玉宝怎么知道？妈咪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才是生生。坏蛋，谁给你的胆子冒充小爷？傅玉，你闹够了！妈咪，宇文，稍微带着走。生生乖，不怕啊。妈
救我！我是生生，妈咪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他真的好像生生，可生生明明在我怀里啊！抱歉啊，玉宝最近状态不对。宴会开始了，不然我们进场吧。不是玉宝，为什么给我的感觉那么熟悉？心雨姐，待会儿咱们真的能见到副总的真容吗？对呀，副总可是 Z 国富豪榜第1，极少有人能见到其真容。今天参加这场宴会就能见到他吗？放心吧，好歹是傅老爷子的寿宴，副总一定会来。那是副总吗？身边怎么还有一位女人？是傅夫人吗？这个宴会厅不是只有金南别墅里的主人才能使用吗？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没走错，金南别墅只不过是傅家的一处老宅而已，没犯少啊。金南别墅确实是傅家的资产，夫人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挑起它，签在名下。副总，不知能否移步几分钟？等我一会儿。小馋猫，这不是在最近拍卖会上最后成交价值10个亿的钻石吗？我竟然能在这儿看见！滚开！这钻石价值连城也是你能靠近的，哪来的穷鬼也得欣赏副总的钻石？看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宴会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你们故意找茬是吧？故意的又如何？你和副总什么关系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又是一个想靠着副总上位的贱。你又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？无论你是谁，带着你身边的这个野种给我离副总远一点。我可是副总的未婚妻。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还挺有脾气的嘛。带着个野种，怎么以后是想带进傅家一起乞讨吗？还真是大的不要小的。啊！心雨姐，觉得在寿宴上人多我不敢动你是不是？再多说一句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副总的未婚妻，你一个小香还想堂而皇之的嫁进傅府，你简直做梦！副总，他打我，你看我的脸，是你冒犯在先。老公，妈，我们结婚没听说你有个未婚妻。什么未婚妻？副总，是我呀，我是陆心雨，小的时候咱们还一块玩过呢，那时候你还天天吵着要娶人家呢。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什么？你说的应该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傅烨，不过他早在几年前就走丢了。怎么可能啊！副总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现在怎……洛心雨是，你侮辱我的妻子，这是公然羞辱我傅家。我没有，他怎么可能是傅夫人？还有这个小孩，副总，你难道要替别的男人养孩子吗？我傅家轮不到你，是天。可他是个野种啊！我有没有说过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放开！他做母亲到底负责，那个女人，别让我逮到她。李薇，把她带下去，从今以后不许踏入傅氏园区一步。副总，走吧，夫人。白楚熙，这个姐什么时候回国的？苏夫人，这就是你给副总介绍的妻子，一个末流千金，还带着个野孩子，就她那样子，哪有傅家主母那样荒唐？别这么说。这白小姐身份虽然就低贱了一些，但是她呢也有一个孩子，这点和傅寒反而挺相配的。傅寒，你让我的阿燕走时，让你娶一个卑贱的泼妇算什么？我要让你下地狱，给阿燕赔罪。不留千金子们了，我看这丫头倒是性格直爽，有点意思。爷爷，这是楚熙和深深。谢谢爷爷，祝爷爷福寿安康。生生，这是曾爷爷。我要芭比，我要芭比。我3岁了，侄子的哭，哪有一点我们傅家人的骨气和样子？怎么了，生生？来，妈咪抱着生生，我们把面具摘下来。不要摘下来，会被发现的。生生，戴着面具见长辈是不礼貌的行为。没事。抱歉啊，爷爷。生生最近生病了，状态不太好。夫人，清酒味道还不错，尝尝。谢谢老公。这孩子我怎么越看越像玉宝呢？这样吧，把衣服穿上，别感冒了。嗯。
那个有司机来接你和生生吗？我助理来接我们了。他想做什么？难道是想……好了，你头发上刚刚沾了点东西，是刚刚吃饭时……哦，可能是刚才不小心沾上的，好尴尬呀！我竟然还以为他要……哎呀，糟了，我钥匙放桌上了。傅先生，你帮我看一下生生，我去拿个钥匙。刚才以为我要对他做什么。老师，这里没人，把面具摘。生生，跟玉宝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别碰我！不能被爹地发现我的身份，我不要回去。怎么样？我不给你挑的妻子还喜欢吧？傅寒，你也只配娶这些下三滥的女人，永远都比不上我的阿燕。确实比不上，这傅燕都死10几年了，还能让你对她念念不忘的？我的阿燕只是失踪了，傅寒，你等着，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这些都是他送我的，钻石也送了，还有张卡。哎，有钱人啊！黑卡，全球也就这几张吧。小姐，这富家人看起来不简单呀。的确，像就得隐藏到。小姐，前面好像有人故意堵我。小姐，前面好像有人故意堵我。谁？哪个不开眼的？这人看着怎么那么像傅？傅什么傅？就算他跟我姓白，今天也别想好过。先生，在这乖乖等着妈咪，妈咪出去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。傅总，人就在这辆车里。完了，不会是那帮人吧？一个个的有完没完了啊！白小姐，傅先生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车上是那个男人吗？是他，就是这个人给了我钱，让我找你演戏。是他，这个女人竟然背叛，果然是那帮人找上来。你确定？他眉毛上的那道疤，我不会认错。什么演戏？傅先生，你是来找我助理的？傅凡和4年前的那个男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？傅先生，你找他一个助理做什么？有什么事情不妨直接和我说。我找我孩子的生母。生母？4年前那个男人是他？玉宝的生母？你的助理和他有些关系，所以我想找他单独问问。 4年前戏耍小姐的渣男，竟然是傅寒。你认识玉宝的生母？这个人就是人渣。你要是知道他是谁，你一定会手起刀落剁了他。我和他有仇？天大的仇！看这架势，傅先生，你的身份不简单啊。白小姐，第一次见面时，我的资料就全部给白小姐了。白小姐没看完吗？傅寒，性别男，爱好女，资料10几张，这人很厉害吗？随便看看吧，不然10几张我怎么可能看得完？完了，我好像就看了他的性别和取向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傅先生资料我可是从头看到尾。真的？那当然，毕竟我们是要做一辈子夫妻的嘛，我当然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丈夫了。白小姐，确定把我的资料看完了？不会没看我的资料吧？是你？什么是我啊？魏先生，你的资料我肯定是看了，就是多暗。你耳后的刺青，4年前。刺青？哦，这是我前几天刚纹的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之前那个太难看了，前几天有空就洗完纹了新的。哦，这样，漂亮。我在想什么？她怎么可能是4年前的那个女人？哦，公司最近事情比较忙，这样吧，我让他过几天去找你。走。白小姐，我今天发现深深的病情跟玉宝的差不多，我想玉宝的药可能对深深也有用。什么药？阿米克林，对治疗自闭症儿童有奇效。真的吗？这种药在哪里可以买到？我想给生生试试。据我所知，市面上已经没有了。不过玉宝倒是还有些剩下的。需要多少钱？或者傅先生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毕竟生生也叫你一声 daddy。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跟你也只是合作，不是吗，白小姐？是，所以傅先生想要什么才能把药给我？我要你的助理，你放心，
我问完我想问的，自然会放他离开。傅先生，他只是一个助理，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小姐，我可以和他走一趟，帮生生拿到药。他不知道小姐就是他要找的人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难道他要和小姐抢生生？不对，这个人渣已经有孩子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生生的存在。生气了？果然，他就是那个女人的老奸夫。你的妻子在哪儿？我想跟她见一面。妻子？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哪来的妻？那你为什么帮他隐藏身份？告诉我身份、名字，不然怎样？4年前明明是你背叛在先，你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找人？是他抛下孩子，跟其他男人死。闭嘴！这4年明明是他自己竭尽全力照顾您的孩子，你现在还倒打一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照顾我们的孩子，什么孩子？你还说负责？这4年里你出现过1回吗？玉宝明明一直在傅家，是我想多了，我还以为你能负责，看来就是个人渣。玉宝明明一直在傅家，他照顾什么孩子？不对，难不成他身边还有另一个孩子？帮我查一查，4年前。这是玉宝的那个笔记本，被保姆打得好疼啊！如果我有一个妈咪就好了，可他们都说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。掐死你个小东西！让你帮我洗碗你都不愿意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没娘疼的东西！哼！这么惨，怪不得他生病。这别墅也太大了，我是从哪个门被带进来的？你好，请问生生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郭叔叔，是妈咪让你来找我的吗？她终于认清那个坏蛋不是我啦！你不是跟你妈妈一块回去了吗？妈咪身边那个坏蛋不是我，还要冒充我抢妈咪。你什么意思？郭叔叔，你听我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几天在家里的不是你？怎么？你是不是又想什么伎俩整我？郭叔叔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可靠吗？要不是你妈咪，谁能受得了你这个混世大魔王？不过这几天你确实安静的有点不正常。我没骗你。真的？傅玉是傅寒的儿子，你俩长得简直一模一样，难道是双胞胎？双胞胎？可妈咪说过只有我一个宝贝啊！生生乖，你就先在这里待着，我现在就把这件事回去告诉你妈咪。生生，你能告诉我从里边出去吗？我好像有点迷路了。傅寒，百度应该能查到。什么？他竟然查无此人，这么神秘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应该把资料看完。这个傅寒究竟是什么人？不错，抑郁症状有明显减轻。真的吗，医生？那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少药量了？毕竟是药3分毒，生生还这么小。可以，等会儿你跟我去药房开新的药。妈咪就知道生生最棒了。妈咪最棒！我知道占用他人身份是不对的。生生，再让我和妈咪待几天，几天后我就换回自己的身份。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生生跟之前不太一样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说现在你身边这个生生是假的，你信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自己生的儿子，我还认不出来？不是，小姐，你说会不会当初你生的是个双胞胎，但就养了一个，另一个被人偷走了？我当初生下来确实是双胞胎，由于一些原因，弟弟在出生时就是死胎。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没事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如果他能长到现在，应该和生生一样大了吧？玉宝真的是小姐的孩子，那我要不要告诉小姐，傅寒就是4年前的那个男人？玉宝是怎么4年前到傅家的？傅总，根据这几天我们对小少爷病因的调查，我们猜测，说，我们建议小少爷找精神科医生治疗。精神科医生？
我找你有什么用？啊！刚开始小少爷的确是严重抑郁，但现在抑郁倾向全消失了，应该就是精神方面。林公子走人，去找新的医生。是。玉宝，你放心，爹地不会放弃你的。这个人就是4年前抛下我和妈咪的渣男，看少爷怎么收拾你！臭小子，敢打你爹爹了？松开我，渣男！要是被妈咪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你就死定了！又在胡言乱语了。玉宝，你放心，爹爹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副总，杨阿姨请假。玉宝，这么多天没见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杨阿姨就是那个欺负傅玉的老巫婆，放开我！玉宝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会说话了？他不会向副总告发我吧？不会，他不敢。玉宝，怎么回事？反应这么大？我不喜欢他，让他离小月远点儿，不然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拳头。玉宝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杨阿姨吗？我不喜欢他。玉宝，副总，这几天玉宝状态比较差，你别靠近他啊！不行，我得把那个小畜生的嘴给缝死才行。他敢乱说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杨嫂，副总这几天不是不允许你接近小少爷？我做了玉宝最喜欢的汤，那你把汤送过去，尽快离开。好好好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出去！小畜生，几天不见都敢对着我吆喝了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哼！敢打我！这么快就露出狐狸尾巴了，老巫婆，我劝你马上出去，不然让我妈咪知道，她饶不了你。你不过就是被抛弃的野种，哪来的妈？小畜生，你敢咬我，看我整不死你！老巫婆，是你先惹我的！你想干什么？一个屁大点娃娃还想打我不成？小畜生，今天先饶了你。副总，玉宝，怎么回事？副总，我来给小少爷送汤，谁知道他上来就要打我。告诉爹爹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伤害杨阿姨？他说谎，你去查监控，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。监控？可是你房间的监控早就让我给拆了。什么？怪不得这个老巫婆敢这么嚣张。副总，我没事的，小少爷大概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才误伤了我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找管家换个工位，别再接触玉宝。好，不准走！打他是因为他打我，不信你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他打的，还威胁我，要是我敢把这些事情告诉你，他就掐死我。不是这样的，副总，小少爷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伤害你啊？就是你，刚才不是说要打我吗？现在过来呀！去找医生做伤情检测，查查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。副总，小少爷胳膊上的伤跟杨林的指甲吻合，是他弄的手。副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招你过来做保姆，你却私底下虐待玉宝，难怪玉宝之前这么听你话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副总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您别开除我。你错了，开除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李卫，带下去，报警。是。哎，副总，走。对不起啊，玉宝，爹地呢已经把家里全部都装上监控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笨爹地。哼，臭小子，敢骂你爹了？不过这样也好，比以前不说话强太多了。说，副总，傅岩没死，还被苏勇找到了。什么？顾宇航竟是鼎盛集团走失多年的太子爷？开什么玩笑？鼎盛集团，小姐，我们最重要的项目可是和鼎盛集团合作。我可太倒霉了。顾宇航竟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小姐，和鼎盛集团那个项目可决定白氏董事长最后的人选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顾宇航刚认祖归宗，应该还没有接手公司事务。快，你马上给我准备东西，我现在就去把合同签了。只要我的速度够快，就碰不上顾宇航，合同就能签。
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白总，不是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咱们这个项目不是提前沟通过了吗？合同可以签了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白总，不过是一份合同，您怎么火急火燎的？再说了，咱们两家合作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实则生变嘛，胡秘书你赶紧的。好，要说变呢，最近鼎盛集团来了个小叶总，确实要变天喽。小辫子，不会是我？还真是他。小叶总，什么风把您吹到会议室来了？找你办点事儿。哦，小边牧。哎呀，和鼎盛集团的合同你可一定要帮我，可不能签给白楚熙那个贱人。云儿，你放心，白楚熙那个贱人差点让我扔了乞丐，下次让他见我的时候跪着求饶啊！听见没有？把白楚熙的合同换成云儿。可是和白总的合作，我们已经在签合同了。白总，白楚熙，还真是你！你还敢见我？顾宇航，这个项目是我和鼎盛集团先达成协议，你现在公然反悔，怕是不妥吧？不妥！我是鼎盛集团的太子爷，你跟我谈不妥？况且你这文件还没签字呢吧？白楚熙，谁能拿到鼎盛集团的合作权，谁就是白氏的下任总董事。看来是我赢了。不对，应该说早在4年前你被一个野男人糟蹋的时候就已经输了，更别说现在宇航哥哥被傅家找回，成了傅氏继承人，你呀就更加输得一塌糊涂。顾宇航，你确定要耗几倍成本选择白楚英的方案？收起你这高高在上的态度。现在我是傅燕，第一首富，傅家的主人。傅燕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以前你是早明如我的，现在你也尝尝，滋味怎么样呢？顾宇航，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考试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对女人动手？白书记，你看了，不就是一份破合同吗？老娘还不稀罕了，一堆狗男女。小叶总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白书记真是太无法无天了，竟然动手打你！把人去给我追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白楚熙，你他妈敢打老子，老子今天晚上让你终身难忘！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小鲜肉吗？今天一场不让你爽个够！姐姐，你可要好好享受哦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这酒里可掺了记忆呀！4年前没能拍下来你那副浪荡的样子，真是可惜。今天我可太期待了。看这皮肤还挺娇嫩，味道应该不会错。傅先生，救我！看这皮肤还挺娇嫩，味道应该不会错。滚开！别动我！来，别害羞，我来帮你脱衣服。滚开！中了这种药还能跑？还敢跑？给我追！你可要快点跑哦！要不然你就遭老罪喽！包抓耗子的游戏，我可太喜欢了。呀，抓饱了，像只死狗，拉口。我可要抓到你喽！我看你能往哪儿跑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别过来，不然你们会后悔的。已经没路了，白书记。今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哥，
阿姨，没事吧？你谁呀你？竟敢动手打人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护着这个贱人？哥，他是谁呀？看着不过就是个废物，你可是傅家啊！闭嘴！他是我哥。傅爷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想对你嫂子做什么？嫂嫂？她？这件事我回去再跟你起诉。别动！你说什么？珊珊，妈咪的乖宝贝，让妈咪亲一口。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珊珊，我是傅寒。你就是珊珊，我自己亲生的还不知道呢，怎么长大了呢？怪不得醉成鬼了都。没喝醉，你不信？那都是你。玉宝，你刚喊的什么？生生？什么玉宝？这是我的生生宝贝。妈咪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好想你！你说过今晚要陪宝宝吃饭的。妈咪马上就回家，马上。珊珊，傅玉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大叔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傅玉，我是……要我说几遍你才信？我不是傅玉，我也没病，不需要吃药。玉宝，你在哪呢？走，是爹地。不对，是玉宝。那这几天在傅家的是谁？我现在好热，你身上好凉快啊。所以你真的是4年前的那个女人。那玉宝和生生都是我们的孩子。你那么爱珊珊，为什么要把玉宝一个人抛在长椅上？好热，你看起来很好亲哎。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，那我们多的是时间。完了，我不会真的被归好。混蛋！今天我总得死。傅先生，一大早上火气这么大，睁眼就要对我动手。傅先生，昨晚我和你……昨晚我帮你找医生，但医生还没来，你就……不过也正常，我们都是夫妻了，做这种事儿情有可原嘛。谢谢傅先生帮我。但是我现在想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一个4年前你抛下玉宝的合理解释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到现在还是不肯说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一边知道我在找你，一边还上杆子给我相信。白如仙，耍我很好玩是吗？不是，傅先生，我耍你什么了？我瞒你什么了？你找我干嘛？到现在还是不肯说。好，好得很。爹地，他为什么在妈咪身边？他认出我了。所以你不是生生，郭叔叔。你是傅玉，你不是生生。我别怕，我早就知道，真正的生生现在在傅家，我以前见过他。郭叔叔，对不起，可我不想离开妈咪。我已经做过基因鉴定了，你也是你妈咪的孩子。我也是妈咪的孩子，可妈咪为什么抛弃我？她是讨厌我吗？不是的，4年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你妈咪她也很爱你，这几天你也感受到了，对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玉宝，我们给你妈咪准备个惊喜，好不好？什么惊喜？咱们一起去傅家把你哥哥偷回来，给你妈咪一个惊喜。能出去吗？郭叔叔说他在外边接应。我走，需要提醒一下小少爷吗？不用。白主席查的怎么样了？查清了，4年前白小姐确实入住过宜宾酒店，而且和您遇刺是同一天。9个多月后生下白生，她就出国了，直到前几个月才回来。果然是他。
我找了这么久的人，竟然一直在我身边。去查他这4年到底过得怎么样？是。生生，汪叔叔，待会儿别说话，我带你出去。你在做什么？糟了，好像被发现了！这么快？汪叔叔，快逃！喂，小祖宗，你在干嘛？怎么跟陌生人乱跑？完了，偷家不成反被偷，要报了。这怎么2个小少爷啊？副总，汪叔叔说你是我的弟弟，你竟然真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怪不得妈咪会认错。对不起，生生，我冒认了你的妈咪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我不应该喊你坏蛋。去把他手里的东西拿过来。果然如此，是白主席让你来偷生生的？不是，小姐还不知道，是我自己要来偷生生的。你自己？去把白主席找过来。是。不要，他还不知道玉宝的存在。不知道，在他的世界里，玉宝可能早就死了吧？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傅寒，你知道这4年小姐因为你过得有多辛苦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的？他辛苦。那玉宝呢？玉宝刚出生就被医院宣判了夭折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还活着。什么？你说他抛弃玉宝，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？副总，我们查到了白主席4年前的医院住院记录。4年前他生下了双胞胎，但小儿子过于虚弱，出生便是死胎。知道了。原来玉宝是被别人抛弃在街上，随后接到傅家的，不是吗？这件事儿跟你们傅家内部脱不了干系，真是可怜了我们小姐。恭喜你，白小姐，您怀孕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就是头晕来开点药。白小姐，听说您怀孕了，可您未婚，而且也没有男朋友，这孩子从哪来的？孩子……白小姐，您马上继承白家，但是被曝光您未婚先孕。外界传前几个月你在宜宾酒店和几个男人一起多玩多人游戏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知道吗？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！副总，和您同时入宜宾酒店的，我们只查到这几位小姐，但都没找到玉佩。她似乎是白家大小姐。这几日外界都在传，她同时和几个男人。不知检点，继续找，他手上有我的玉佩，以后她就是我傅寒的妻子。是他给我怀了孩子，是我误会他了。是，当时舆论太大，我们小姐不得已飞往了国外，才让白楚英上位。是我误会他了，所以他没有抛弃玉宝。是我找他找得太晚了，才让他受这么多。副总，这件事也不能全部怪你。4年前你被苏莹设计陷害，进了抢救室，20多天后才苏醒，这才错过了夫人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最无情无义的人，没想到我才是。他怀着我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我去跟那群人一起在嘲讽他。我真是个畜生！副总，你的手，我喊医生。不要。玉宝和珊珊呢？留下一个。郭助理说他还不知道怎么给夫人说玉宝的事，也不准备惊喜了，要带走一个。生生一直看着我做什么？妈咪，我爹地想你傅寒爹地了，有空我送你过去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爹。不是，我是说傅寒爹地，我想傅寒爹地了。生生乖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
在饭桌上呢，不说这些晦气的东西。妈咪好凶！若他知道傅寒就是我和玉宝的真爹爹，那个老男人会死得很惨吧？小姐，鼎盛集团的单合作真落到白楚英手里了，那待会儿我们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。是。珊珊，一会儿乖乖的，不准乱说话。小姐，来了。伯父，今天这场会议就是为了宣布白氏的最终总董事人选，现在开始。到时间了，自然会开始。本次会议除了宣布总董事，还要清洗白氏的门风。对，是早该清洗，省得什么安猫搞都能坐在旁边，自己倒是个废物呢。白董，这次殷小姐签订了和鼎盛集团的合同，那么殷小姐就是下一任总董事，您赶快让位吧，别再拖延时间了。是啊，主动退位，然后把白楚熙也赶出白氏。你们什么意思？这些年白氏集团利润1半以上都是小姐的功劳，卸磨杀驴也没有你们这样做。我们怎么早就该把这种荡妇踢出白氏？4年前就是因为他让我们白氏蒙羞，一夜之间亏损了上千万。对，大家应该都还不知道吧？4年前被白楚熙侮辱的，就是鼎盛集团新掌门太子的傅焱。阿燕可是说了，只要白楚熙在白氏一天，他就让白氏一天不得安。什么？希儿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是顾宇航，我没想到他竟然是傅焱，你居然惹了傅家，把他赶出白氏，要不咱们白氏也跟着遭殃啊！哪个傅家有这么可怕吗？在军政商3界都占据首位的傅家，现在全世界都在报道，傅家已经找回了他的小儿子傅焱。傅焱，你竟然惹了傅家，你死定了！这个傅家这么恐怖？够了，各位不用担心，我和顾宇航的恩怨不会影响到白氏旗。傅焱、傅寒哪个更厉害点？正好给蠢爹爹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是吗？但我怎么听阿燕说，除非你脱光了衣服，跪在大街上向他求认错，否则他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工作。今天晚上把第2碗给我。是。去白氏。我去，副总今天怎么了？太吓人了。对呀，把他扒光了扔在街上，再找几个男人把他，这样才能解了严少的心头之恨。我觉得不错。哎，伯父，你觉得呢？荒唐！我在这儿看谁敢动希儿。伯父，我们可都是为了白氏，谁让他得罪了阿燕？他今天必须滚出白氏！依我看，副总该滚出去的人是你。顾先生，夫人，我来了。又是你！顾宇航喊他哥，他到底是谁？不行，我不允许他跟白楚熙扯上关系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阿燕让你来的？我司商讨决定，采用白楚熙、白小姐的方案。我今天来的是来修订2方合作项目的。和我签？可是我已经跟鼎盛集团签过了，你们怎么能反悔呢？没有反悔。你们的策划书只是送过去了，并没有签署，还在审批之中。很可惜，你们的项目太烂了，第1批就被刷进来。现在和鼎盛完成合作的是希儿。是的，只要夫人同意签字即可。夫人，你们不可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合同可是阿言赞同过的，他可是傅家太子爷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别指点他的缺点。哎，放肆！我们傅总才是傅家嫡系继承人。傅总，难道他就是傅家真正的掌权人？傅寒，身份比傅焱还高？不会吧？随便拉一个人相亲？你确定要和我签这份合同？傅先生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签白楚熙的合同？你可不要被他给蒙骗了。早在4年前，他就被一个臭乞丐给糟蹋了，而且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臭乞丐到现在都还没找到，而白楚熙居然给他生了儿子。白楚烨，够了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傅先生，白楚熙他……
我和我夫人之间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再诋毁我夫人一句，我让你死！明明是骂我，怎么他好像一副被骂的样子？不是，其实我……既然和鼎盛集团签订合作的是希尔，那么我现在就宣布，白楚熙继位下一届总董事。各位投异议？没有异议，这名单上12个人，会议结束后，统统离开白氏。怎么还有我？白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白氏的元老，你有什么资格辞退我？是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在白氏不但一事无成，还挪用公款几千万。我不但要辞退你，还要去法院起诉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之所以离间白初云上台，不过是想借他操控白氏。你们背后的那些阿杂事儿，我早就查清了。多谢副总刚才出手相救，不然我怕是真对付不了那群老家伙。是我来晚了，让夫人受欺负了。希儿，你和副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爸，您之前不是说让我给生生找个父亲吗？刚好我相亲遇到了他，各方面条件挺不错，就领了证。什么？你们结婚了？我跟西西呢，领证1个多月了。不过您放心啊，我会尽好一个丈夫的责任，让她幸福。你们这是……哎，岳父，别生气，初次见面还望笑纳。阿燕，白楚熙就是仗着傅寒，他说你是个私生子，根本不配做傅家人。白楚熙那个贱人，要不是傅寒在，我早就弄死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白楚熙和傅寒离婚？傅寒，我妈让我忍着他，但这傅家的继承权只能是我一个人。到时候我让他和白楚熙一起死。真的吗，阿燕？到时候你成了傅家家主，可千万别忘记我。有了，我不动手，但我可以找人弄他呀。傅先生，为了应付我爸，真是让你破费了。没事，舒心。这4年一直如此吗？生生的父亲嘛，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。那你恨他吗？当然，像他那种变态人渣，没人会喜欢的。傅先生，你真是傅燕的哥哥，同父异母。说起来，我还没和玉宝正式见过面呢。这样，有时间的话，我带生生和玉宝见一面吧。他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难道是听完4年前的事嫌弃我了，还是又把我当成了他的前妻？小心点，别烫着。谢谢傅先生。不过傅先生今天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直接说就好了。我找到玉宝生母了，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，错的不是他，被性侵的那个人是我。找到了？那他……你就是白楚熙？我就是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事？我们哥几个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今天就教训教训。现在赶紧滚，要不然我让你们走不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叫嚣？今天我来就是收拾这剑，谁敢拦我，就弄死谁。疼！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放开我！滚！果然就是个只会勾引男人的妖精，不知道我们背后的人是谁吧？限你一只胳膊500万，一条腿那就是1000万。谁？平时打不过，就暗地里找人使绊子？那位可是……住嘴！说的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不过这娘们看起来还有那么点意思，要不我们动手前先……不用你，我自己来。你注意安全。哎，几位顾客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老板，我们的事呢，我们自己处理。滚开！再敢多说一句，老子拿你开手！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找你的麻烦的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傅家少爷傅燕，他让我们来的，我们也是拿钱办事，我们不是故意找你麻烦的。傅燕又是故意。
几天没见，他的皮又痒。滚！你这功夫挺了得。哦，4年前那件事情之后，就专门找了格斗教练，现在还宣道口袋，专门收拾4年前那种烂。哦，对了，你说玉宝的生母找到了，傅先生，玉宝还小，既然找到他了，就应该好好坐下来聊聊。我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初见，其实我让我找到4年前那个赖人，我一定把他剁碎了包饺子。傅先生，你刚说什么？没，我问你要不要再续杯咖啡？不行，4年前玉宝到底是被谁偷走的还没查清，等查清后再坦白吧。不用了，傅先生。傅燕和你关系怎么样？你不介意我找他要个说法吧？我当然不介意。你放心，上次的事我还没找算账呢，这次我一定让他清楚傅氏的每一条家规。燕哥哥，甜吗？甜到哥哥心坎里了。白水轩，你想干什么？燕少，副总让我们协助夫人教您傅氏家规。你给我滚啊！什么傅氏家规？这儿还轮不到你来说话吧？出去。哎，白主席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以为你是我嫂嫂，我就不敢动你啊！顾宇航，你去死吧！妈，这都是白楚熙那个贱人做的。他仗着要傅寒撑腰，他就找人打我，还说让我认清傅氏的每一条家规。什么？按一个乡下丫头怎么干？妈，我到底是不是傅家的掌权人啊？怎么什么事都要傅寒说了算？燕儿乖，傅家当然是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白楚熙和傅寒一起让他们滚出傅家。妈咪晚上回家再陪你，好吗？累死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生生最近过于活泼了？是有点。什么叫有点？性格也时好时坏。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问一下医生。不用，白总，小孩子这个年纪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，精力旺盛点很正常。是吗？还有，傅寒为什么最近总对我无事献殷勤啊？这可能他……傅先生，今天晚上有个家庭宴会，你有时间吗？好不好？老婆？怎么了？不喜欢这个称呼吗？没有，只是傅先生，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？白主席，我如果可以，我想成为你真正意义上的丈夫。我知道，我做过一些对不起、让你难过的事，但是相信我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做对不起我的事了？你外面偷人了？没有。怎么办？你妈咪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不喜欢。要是妈咪知道你是我亲爹地的话，就会被撕碎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换个爹地喽。妈咪有钱又漂亮，现在喜欢妈咪的人从这里排到国外，不差你一个。是吗？你看那玩具，私人定制高奢款，还有这偌大的办公室，你换个爹，他奋斗一辈子他也买不起。你还想换个爹？你可真笑啊！我的脸，爹地别揉了，我要向妈咪告状。你还想跟你妈咪告状？也谢谢老公。你看看傅寒对燕儿做了什么？他竟然找人对自己的亲弟弟动手！爷爷，我当时正在处理公务，嫂嫂带着几个人就出来打我。他说这是哥做的，硬要把我打死呀！什么？这是真的？你说？是我做的。傅寒，他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我没有弟弟。
爸，你看看，他现在才接手了半个副驾，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，想打死自己的亲弟弟。这以后他要是彻底继承了副驾，那还能留我和安燕一条活路吗？爷爷，我可是他亲弟弟呀！当年我走丢，是不是他做了手脚？他就是怕我跟他争家产呀！够了吗？孽障！我们傅家怎么就养出你这没心没肺的畜生？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不是什么？白楚熙，我可怜你4年前被人践踏，现在看看还真是活该。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就活该你找死！傅寒，你亲爱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傅寒，她可是你母亲啊！啊，你今天真的是疯了吗？不是的，爷爷，是傅烨几次欺负我，阿汉实在看不下去，才叫人教训他。爷爷，我没有，你不相信这个女人的话，她满口胡言。满口胡言，把人带过来。现在，你们把那天的事情一字不落的跟我说清楚。那天我们哥仨在喝酒，突然有人找我们，让我们收拾白小姐，说断只胳膊500万，一条腿1000万，打死也没关系。是谁？燕少，当时他说我们不干就弄死我们，我们不得已才找上白小姐的。放屁！你们胡扯什么呢？哥，你随便找几个人就无限栽赃我是吧？就是，爸，阿燕刚进傅家，根本不认识白楚熙，怎么可能做这些？视频呢？拿出来。对，我还有视频，因为当时燕少给的钱实在太多了，为了保险一点，我才录了视频。什么视频？你这视频一定是假的，你想栽赃陷害我是吧？你完了！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你慌什么？让他放！我们傅家人做事一向坦荡，你没做，慌什么？爷我。傅烨，他可是你嫂嫂啊！啊，爷爷，我不是白楚熙。爷爷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在我没有进傅家之前，他是怎么欺负我的。那是之前，现在你必须尊敬他。看来你是刚到傅家不久，对傅氏家规还不清楚。明天你到戒堂受罚。爷爷，我是你亲孙子呀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的话，你就惩罚我呀，爷爷。我求求你，冥顽不灵啊！接下来1个月，你都到戒堂给我待着。爷爷，爸，看来是我误会阿寒了。阿燕毕竟刚找回来不久，我怕他万一再出个什么闪失。你担心傅烨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在没查清楚事情之前就乱说，把错归结到别人身上。你担心傅烨，我还担心我老公呢。爸，我和阿燕就先走了。阿寒，这件事差一点误会你了，是怪爷爷没看清楚。喂，体谅一下你母亲，她也是护子心切，毕竟燕儿走丢这么多年，现在才找到。他认为当年傅烨走丢是我弄，应有而有啊，不是吗？谢谢傅先生送我。应该是我谢谢夫人刚才帮我说话，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。是桂远母子欺人太甚，爷爷还不相信你。是，他不仅不相信我，他还觉得当年是我把傅烨弄丢的，杀害父亲的凶手也是我。什么？现在傅烨回来了，说不定几年后傅老爷子又会把傅氏全权交给傅烨，到时候你还会站在我这边。当然会，我可是你老婆，而且我不相信爷爷眼光那么差。你放心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们母子3人受委屈了。还摸我，这是在揉狗头吗？晚安。晚安。傅总，我感觉夫人对你好像有点意思，刚刚都害羞了。是吗？刚才那本书上写的确实不错。就是那本书叫什么来着？飞七18招。对，第2版买过来。副总，小强抓到了，3年前父亲出车祸，他就逃到国外，我们注意在南国逮到了他。说，
当年我父亲出事，你为什么出国？那杯毒茶是不是你端的？和我没关系啊！我进去的时候，副总已经倒在了地上，我当时太害怕被追责，才拿钱逃走的。害怕？副少，你怎么就认定是我害的副总呢？副总对我可是知遇之恩的，我对他绝对不会可能有那种狼子野心的事情。既然他对你有知遇之恩，那你就更不应该逃走。我当时太害怕了。如果我再从你嘴里听到一句废话，这东西就在你脸上开个口。我不能说副总不是我杀的，你再问我也不行啊！我说，当年监控的确是我黑进去的啊！那杯茶也是我带进去送给副总的。为什么？我父亲待你不薄，还是有人指使你啊？我对不起副总，是苏阳，是他让我把东西放进副总茶里的，但我不知道那是毒药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夫妻之间的什么东西。后来出了事，苏阳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出国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我这有证据，那天的监控视频，我留了备份之后才删。小祖宗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我不想去。啊？怎么啦？你不喜欢幼儿园吗？不喜欢。那我为什么非要去幼儿园，而你不去？妈咪给我请了私假。我不想去，那里的人都欺负我。怎么敢欺负我弟弟？不想活了！今天你去游乐园，我去上学。这就是玉宝学习的地方，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。小傻子来了，还以为你死了呢，竟然还活着。小傻子来了，你为什么喊我傻子？因为你不喜欢说话，老师骂你脑子有病。小傻子，你来的时间也太好了，待会儿要考试，你帮我写，我要考100分，这样爹地就会给我买最新款的游戏机了。帮你写啊？傅玉，吵什么吵呀？怎么你在的地方班里总是乱哄哄的呀？不是我，是他们喊我傻子。傅玉，发生这件事情之前，能不能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原因呀？自己有病不去看，还不让别人说了。可我……行了，坐回去吧。再有下次，我就叫家长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考试，大家把书本合上。这题也太简单了吧，还用考？第一，倒数第一也是第一。小傻子，写完没有？你居然全写完了，果然还是你最聪明，什么题都会。哦耶，能考100分了！和以前一样，不准再写，100分只能有我一个，改写一个字，我让你好看。怎么可能？老师，快宣布成绩啊！我一定是第一。本次考试第1名是100分，他是傅玉，而江岩竟然是0分。他不是抄傅玉的卷子了吗？怎么还抄了0分啊？可我还想讨好江岩父亲，让他带我见到第一富豪傅涵。听说傅涵有个小儿子刚未婚，我这张脸他一定喜欢。第1名还是我们的江岩同学，100分，祝贺江同学。哦耶！我就知道我是第1名。不对，第1名是我才对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纵容江岩抄袭，还替他抢我的成绩？我没有，傅玉，你别胡说。第1名本来就是江同学的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傻子的呢？我不是傻子。老师，你刚刚看见江岩偷我的试卷，却没有阻止，还替他抢我的成绩，你根本不配做老师。你想做什么傻子？闭嘴！要不然我让你……我的手！我让我爹地打死你！江岩手都流血了。傅玉，你这个傻子是不是又犯病了？竟然敢殴打同学！今天我一定得把你家长叫过来。妈咪，你什么时候有妈咪了呀？肯定是个臭婊子。
你就是傅玉的家长吧？傅玉在学校殴打同学，行为恶劣，赶快把这个惹事精带走。玉宝的电话怎么打到我这儿了？对，就是这个傻子殴打同学。被打的江同学的父亲是公司高管，你就等着上法庭吧。傻子，你这个老师怎么说话呢？嘴臭的很。哎，你这个老师怎么这样？玉宝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喂，傅先生，玉宝在学校好像受欺负了，他老师打电话让我们过去一趟。什么？你是在忙吗？这样，你先把位置发给我，我先去，你等会儿到就行。好，备车去玉宝的幼稚园。小少爷出事了，快点，一定要赶到他之前见到玉宝。快点把东西还我！他给妈咪打电话了，不好，妈咪要是见到我，那我和玉宝岂不是暴露了？什么家长呀，真没素质！老师，我手好疼，我要找我爹地。没事啊，宝贝儿，我已经给你爹地打过电话了，他马上就来。儿子，谁做的？就是这个傻子，还说我包庇江同学得了班级第一，还推了江同学。就是你，敢欺负我儿子，看我今天不……玉宝，妈咪，不行，不能让妈咪看到我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一个大男人还要对孩子动手？你就是他家长，你家傻儿子打了我儿子，你怎么当妈的？你就是玉宝，我是白楚曦，是你的妈咪。是他先抄袭我的卷子，老师还包庇他抢我第一名。还没有，你胡说！我可是全班第一，怎么可能抄你卷子？江同学在我们班一直都是班级第一，而傅玉同学天天旷课，次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。哼，我儿子将来可是要继承家业的，敢欺负我儿子，不让你们都滚出京师！好啊，那就查查卷子和监控。如果你们没错，我和玉宝向你们道歉。但如果是抄袭、包庇，你怀疑我是老师，自然会做到公平公正。你别动卷子，你慌什么？你不是说公平公正吗？江岩0分，这就是全班第一的成绩。胡说！我儿子怎么可能是0分？3加2等于0，这还继承家产，干脆存在。老师，给个解释吧。0分，妍妍。爹地，这不是我的，是傅玉的。卷子上明明写着你的名字，还敢说成是我们家玉宝的？江岩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的，爹地，是题太简单了，我就抄了傅玉的，谁知道这个傻子居然考了0分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江同学成绩一直都很好的，不可能考0分，一定是傅玉同学搁这故意刁难江同学，抄袭还硬扯成强迫。老师，你这心可真够偏的。一个傻子，差点耽误了我儿子。嘿，你要干什么？松手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傅氏集团新提拔上来的高层，惹了我，你怎么样？你个疯女人，你个傻子！去把校长叫来，今天这个事儿不给我个说法，这学校别开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去叫校长。江总，我儿子在你们这儿被一个傻子欺负，你们是怎么开的学校？是，都是我们的错。保安，把他们扔出去。傅玉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们？校长，明明是他们，把他们扔出去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混学校？干什么？傅先生，这个学校欺负玉宝，一点道理都不讲。玉宝？不对，这个是生生，幸好生生聪明，戴了面具。怎么又来一个？赶快滚，不然别怪我们动手。动手？周迅，你的人胆子越来越大。傅总，真的是你啊，傅总，我们这破地方怎么老叫您跑一趟啊？这就是傅寒吗？你要开除我儿子，你说我来这做什么？啊，小少爷在哪儿啊？要是小少爷来了，我给他当牛做马。这个老女人怕爹地，可她竟然不知道玉宝身份。爹地，玉宝，是谁欺负你的？告诉爹地。傅玉竟然是傅寒的儿子。傅总，您之前让我照顾的孩子，不会是小少爷吧？到时候这儿会转来一个孩子，他有任何情况你直接告诉我就行。放心吧，傅总，我一定照顾好那个孩子。校长，咱们学校今天来了2位新生，一位衣着普通，表情木讷，另一位豪车接送。听说他的爸爸还和傅总是挚友哦。和傅总是挚友？傅总说的那个孩子是他？不然呢？你认错人了，不仅没照顾好玉宝，还任由他被别人欺负，是吗？傅总，胡说！我见过燕少，根本不是你。你认识傅爷？你不认识傅总？
合着这么半天，你都是在耍我！你敢打我，我可是给你捐了几千万。我缺你那么点儿？我之前以为你是副总的人，没想到……对不起，副总，是我眼瞎，没认出小少爷。麻烦把上课的监控视频调了，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保安，快去调监控视频。是。傅同学，是老师错了，确实是江源同学抄了傅玉同学的卷子，江源同学0分，傅玉同学100分。抄袭0分，我儿子0分，他就考了100分。我开始写的答案是错的，在他抄完后才重新写了正确答案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玉宝真聪明，抄了个0分，原来之前的考试都是你抄袭的。对不起，爹地，我知道错了。周旭，这件事你最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。一定，副总。你个傻子，怎么可能是小少爷？骗人！戴个面具是害怕别人拆穿你吗？给我拿下来！谁说你叫他傻子？他本来就一个傻子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这种人怎么进复试？查一查江高是怎么进入复试。设计部长江高3个月前被燕少直接提携进的公司。果然如此，那开了，复试不留废物。胡说！我可是燕少亲手提拔的，你。喂，江部长，被开除了，尽快到台湾部长会议室。什么？傅先生，你就让玉宝在这样的幼儿园学习，你们家都不考核一下学校的吗？都是老爷子的安排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次事情过后，我会请个家教，专门给玉宝辅导功课。爷，我跟夫人商量了一下，玉宝就不去之前的幼稚园了，我单独请家教给他在家里辅导。换老师，这该不会是老师的原因吧？怎么那么多孩子，偏偏玉宝出了问题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某些人杀孽太多，这报应啊，都反噬到自己儿子身上了。真是老天有眼！杀孽太多，我该说的是你吧？傅燕走丢，这报应也没少来啊。傅寒，别吵了，我让爹地给我请家教，是因为幼儿园的东西都太简单了。爷爷，你看，100分，怎么可能？一个傻子也能考100分？除非是抄的。你不信，是怀疑爷爷的基因。爸，你怎么到现在还向着傅寒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初就是他害得阿燕走丢？事情没有确定，不要乱说。就是他，当年长姿中毒身亡，傅寒也在现场，是他经手了那杯毒茶。傅寒想独占傅家，所以他亲手毒杀了他的亲生父亲。闭嘴！爸，你怎么到现在还向着傅寒？你难道要等阿燕再次遇害才相信吗？当年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，等我到最后查到谁是凶手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都要他为长子赔命，哪怕是我的亲孙子。傅长子，你不是最喜欢傅寒这个长子，看不起我和阿燕吗？我现在就要你亲眼看着你父亲杀死我，傅家只能是我和阿燕的。老婆，桌上的花儿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傅先生。喊我什么？老公。喜欢就好。还有几周就是我和夫人的婚宴了，让夫人久等了。没有。他怎么这么会撩啊？再加上那张脸，简直就是个男妖精。副总，这本书没白读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副总了。医院的事情怎么样？逮到了，把人带进来。 4年前，就是你谎报玉宝早夭，把玉宝带走的。我是被威胁的，当时我正在给白小姐接生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需要一个指定日期的婴孩，无论男女。谁？他戴着帽子跟口罩，我没看清。
当时医院符合他条件的只是有白小姐的2个孩子，于是我就……白小姐，我是您几个月前预约的医生，我们研究好方案了，您看什么时间带孩子来做手术？有时间，我们下午就可以。好，珊珊，妈咪，宝贝，我们下午去做祛疤手术好不好？你的疤呢？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珊珊？珊珊，疼的。医生怎么样？伤口偏深，这个疤恐怕是难好。怎么会这样？脉这么小，这么长的伤口。你不是珊珊，那我的珊珊去哪儿了？妈咪，你为什么长得跟生生一模一样？我的生生呢？你发现了吗，妈咪？我的确不是你的生生，我是玉宝。玉宝，发生什么了，小姐？他胳膊上那道疤不见了，他不是我的生生，我要去报警。不要！为什么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生生在哪？告诉我。生生和傅寒在一起，这是玉宝，是生生的双胞胎弟弟，也是白总您的孩子。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隐瞒了你。4年前，你的小儿子其实并没有夭折，只是被人偷走送到了傅家。4年前那个男人，他就是傅寒。傅寒是4年前那个男人？是。不可能，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。小姐，所以他在找你就是为了找我。他还说找到玉宝的生母了，竟然是我。但我还没查到4年前玉宝为什么会被送到傅家，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。玉宝，太好了。妈咪，你是不是只喜欢生生，不喜欢我？是。幸好你还健康的活着，委屈你了，我的宝贝。怎么样？还有哪里有问题吗？太棒了，一定能一举拿下夫人。这就是白总的宝贝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手上拿的是戒指，待会儿是要给白总什么惊喜吗？还真是，我想看。怎么了？生生呢？生生怎么？你知道吗？他在傅家。不装了，傅寒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你骗得团团转？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我还在查。查什么？因为你，我的一辈子都毁了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让人恶心的？我知道，是我对不起夫人。如果这样能让夫人消息，我这几天不想再看你。让小姐冷静会儿吧，她可能有点接受不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跟着她，我待会让人把生生送过去。生生，玉宝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妈咪，这些年我真的很想你。爹地说我是被坏人偷去傅家的，可我真的想在你身边。乖，以后妈咪一定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。玉宝没事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好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分开了啊！傅寒已经在雨里站了3个多小时，再站下去恐怕会感冒。傅总，我看夫人是不会出来了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生生也是我的孩子啊，我想过几日向外界公布他的身份。什么意思？想要和我抢生生？就算生生回到傅家，你依旧是他唯一的母亲，这怎么能算抢呢？只能算是认祖归宗吧。认祖归宗？生生和玉宝都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这和你们傅家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父亲。离婚？傅寒，我们明天就办理离婚手续。我要带走玉宝和生生。傅家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你真的只是想让爷爷知道他的存在？下个月傅家家宴，我想向外界公开生生，
我知道这4年对你和深深有多不公平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但唯独离婚不行。那我要带生生和玉宝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那我先走了。力气还挺大。爹地被赶出家门了，好惨啊！惨什么惨？妈咪就是因为他才……臭爹爹，我劝你赶快查到玉宝的事情，不然不仅妈咪，我也要打死你！玉宝，生生，臭小子！妈，这些都是圈子里的人物，过几天在我们的复试宴会上，你都会见到。你可要和他们打好关系。妈，这白生怎么也在傅家的族谱上？傅玉，你还没见过，不过不重要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傅玉，这不白生吗？上回就是他跟着白楚熙，差点让我见不到你，怎么就成傅玉了？什么？妈，就是他，人小鬼大。等我拿下傅家，第一个收拾这小畜生。双胞胎？难道？夫人，符合您要求的只有今天的1对双胞胎，这是其中一个，您看答应我的。放心，我会让你摆脱私生女的身份，替代白楚熙，成为白家唯一的小姐。白楚熙就是4年前那个女人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什么双胞胎？傅玉竟然是白楚熙的骨肉，4年前我带走的竟然是这个贱人的种。也就是说，白楚熙就是傅寒一直要找的女人，白生就是傅寒的种？不是，傅寒没有儿子。什么？我说，傅寒没有儿子，不论是傅玉还是白生。夫人，董事会传出风声说，老爷子要将自己的股份尽数转给傅寒，我们怎么办？凭什么傅寒能继承傅家，我的阿燕却不知所踪？夫人，数月前您刺杀傅寒未果，但也不是完全失败。什么意思？傅寒和不知名的女人发生了关系，老爷子最看重一节孝心，若他知道这件事……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这个孩子算算时间点和那晚正好对上，用来糊弄老爷子再合适不过了。啊，这个孩子真的是傅寒的孩子？这么小的孩子，傅寒怎么忍心抛弃他？老爷，基因鉴定结果已经出了，确实是傅少的孩子。真的是我的孩子？是那晚那个女人在哪？畜生，跪下！爷爷，那个女人在哪？你还有脸问我？我们傅家怎么就教出你这种狠心的人出来了？抛妻弃子？不是的，爷爷。公司你明天就不用去了，想好怎么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给我滚出傅家！我知道了。哦，所以傅毅根本不是傅寒的种，是您找来陷害傅寒的一个野种。对。多喝点啊！哼，第一豪门又如何？后继无人，嚣张不了情。我们家文文3岁就能提丝，5岁霸榜奥数界第1，未来一定能把傅家踩在脚下。老头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？哦，傅家新找来的私生子，我听说过，废物一个，之前一直靠女人养着。死老头，你找揍是不是？张岩是我们傅家一直以来最难缠的对手，别和他动手。对手，怪不得老爷子那么痴迷。对呀，这是个机会。哼，神童，我也学过几个算法，不多，但是足够当他的老师。狂妄！我们家文文可是……不信，可以比比试试啊。比？阿燕，你怎么能和一个5岁的孩子比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和我5岁的孙子比算法？不愧是傅家的人，真有趣。我说的是要给他上一节课，是教，不是比。好，文文，你有没有信心和这个人比一比？试试。好，
同一道题，谁解出的时间短谁赢，可以吗？袁绍？行啊。好，计时开始。 54。哇，这么快看题了吗？答案真是54，牛啊！不愧是第一神童。小子，没看题你就胡扯呀！哈哈哈，袁绍，这是一道心算题，你居然用手算，你真是太愚蠢，还精通，牛皮吹上天了吧？高运算是心算？爷爷他没资格跟我比，和他讲话，他只会影响我的智商。是我们文文是神童。 不是阿狗阿猫可以比的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张老爷子，话不要说的太满。怎么2个玉宝宝啊？爷，这是生生，跟玉宝是双胞胎，夫人，也就是我4年前要找的女人。双胞胎呀？什么意思？又多了一个傻子？爷爷，咱们回去吧。太简单了。 换个笔，你竟然懂高级算法，会一点儿。又来一个吹牛的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傻子和天才的差距。哎，哟，他可是这方面的天才，你比不过的。我会的，爷爷。怎么了，文文？这道题有点难度。 这么快？套用几个公式而已，很简单。怎么可能？那是一道国际难题，你肯定是作弊了。这样写，你能看懂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真的算出来了？怎么回事，文文？这道题有点难，我没有看出来。哎呀，我们玉宝宝算出来了！三爷，你们家的天才孙子也不过如此吧？啊！爸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楚曦竟然是阿寒一直要找的女人，还有生生。对呀，爷爷，赶紧找医生来做 DNA 鉴定啊！如果这生生是傅家的孩子，那我们脸上就有光了呀！鉴定结果一出，吓死你们！更主要的是要检查生生的身体。毕竟我们傅家只有生生和玉宝2个孩子，竟然还互相认错人了。也好，就快点结束这一切了。对呀，让医生到傅家去候着。我竟然有2个重生子了！哎呀，老天对我不薄啊！珊珊，让你吃苦了啊！以后在咱们傅家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哎，谢谢爷爷，那你帮我教训爹地，都是他才让妈咪被人欺负。好，太爷爷待会儿让他到祠堂去跪下来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顾宇航那货一脸坏笑，总感觉有事情发生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别动，脏。我刚洗过手的。我死到临头了，还傻了，一群蠢货。 DNA 报告就不用给我看了，这还能不是我们家的子孙啊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只要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就行。您还是看，这小少爷和白生确定是双胞胎，但是和副总没有血缘。不可能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副总，我们做了3次基因鉴定，小少爷的白生确实不是你的孩子。不用验了，直接说非血缘就好。可副总那边，这2个孩子本来就不是傅寒的种，还用验？我才怕什么？傅宇本来就是为了骗老爷子找的野种，怎么可能是傅寒的孩子？帮我查件事，找找4年前和傅寒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。真的是我们傅家的孩子？难道老天要惩罚我吗？让我失去了儿子，现在又这样！爷爷，傅寒，4年前那个男人不是你，
玉宝为什么会在傅家？阿涵，原来你真不是玉宝的父亲。哎呀，4年前冤枉你了，害你白受了那么多惩罚，还差点被赶出傅家。白养了个野种，真是辛苦啊！这些都是你们做的，这就是你们的目的。你的话我听不懂。无所谓，你记住，你该死就行。你再说一遍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整个傅家是我的。继承傅家，你去董事会问问，谁他妈会听你的？病人脱离危险了，待会儿会被转入普通病房。谢谢医生。走，我们去看你爷爷去。傅涵，我们夫人，你放心，深深和玉宝肯定是我们继承的。没什么可是的。鉴定结果被人做了手脚，4年前我给你的玉佩呢？你拿出来，爷爷一看便知。对，4年前那个玉佩是你留下的。傅涵，你就是4年前那个男人。是我。爸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玉宝虽然不是阿涵的亲生儿子，但是你还有燕儿啊。爷爷，爷，玉宝数年前做了数次亲子鉴定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今天出现这种结果，我不同意。阿涵，妈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呢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我已经让人重新去做血检了，结果今晚就拿去。阿涵呐，那4年前和你在一起的女人，确定是楚曦吗？是啊，我还把贴身玉佩给她了。真的？我说了，哎呀，这些年怎么一直没看见你的玉佩？那按这个时间算，那玉宝和深深，那现在就是我们傅家的孩子。可是今天鉴定结果怎么会？鉴定结果有人作鬼。我真的十分感谢母亲，要不是母亲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夫人。哇，谢谢你。如果真有人在鉴定结果上捣鬼，让我查到，我一定剁了他。傅涵，你留下的玉佩我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找不到。别慌，等我。妈，你不是说那2个小野种不是傅涵的种吗？是又如何？我能杀死傅长子一个，就能解决剩下的。你这明明就放在这儿了呀！妈咪，别找了，认错爹爹而已，问题不大。玉宝，以后跟着哥吃香的喝辣的，只要和妈咪在一起，无论在哪儿都行。怎么样，夫人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找到了别找了，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儿。今天晚上呢，玉宝的鉴定结果出来，放心吧，这2小鬼谁都没有资格当他爹。哼，那可不一定，像你这种又渣又老的，才配不上妈咪。白珊，你信不信？你再说一句，我让你跪祠堂去。妈咪，我不想要爹爹了。我都可以。说，副总 ，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显示小少爷和白生的确什么？喂，出什么事了？那边出了点情况，我去看看。你们待在家里啊。你注意安全。竟然真的是不懂关系。妈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傅涵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本来想让你多活些时间，现在……素颜，果然是你来的还真快，没想到2个小野种真的是你的儿子。4年前你栽赃陷害我，让我提前找到了玉宝，谢谢你啊。也谢谢我杀掉了你的父亲们，还把这件事诬陷在你头上，让傅四那个死老头整天对你疑神疑鬼。为什么要杀父亲？明明是他带你进的傅家。那都是因为他太蠢，还那么自以为是，说什么只有你
才能让傅氏走得更远。那我的燕儿呢？只有他死了，我的燕儿才能继承傅氏。这是傅寒的心愿。所以傅寒，你也去死吧！这可是剧毒。傅寒，你输了。妈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？放心，这里的监控坏了，没有人会发现我们。走。2023年4月12日，傅氏总裁傅寒疑似因感情问题自杀，事件正在持续报道中。爸，那天我就看着傅寒不太对劲儿，所以我就去找他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他说对不起我们傅家，然后就不可能，傅寒不可能自杀，你撒谎，白出息！傅寒就是因为你才想不开的，你还敢出现在这里？鉴定结果，你是不是怕自己做的事情败露，才对傅寒做了什么？父子关系不成，我哥就是因为这个荡妇才自杀的。爷爷，你赶紧把这个荡妇还有这2个小野种赶出傅家呀！这不可能。傅寒的玉佩怎么会在你手里？白出息！傅寒说把玉佩送给你，其实这个玉佩一直在傅寒的书房，所以你不是4年前和阿寒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。够了！令人希望，但状态有点不好，去看爸爸。毒已经戒了，就是记忆出了点问题，简称失忆。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爷，我真没事了。真的失忆吗？这不是狗血电视剧里才有的这个桥段的吗？啊，阿寒他都出去，我和韩寒有事谈。妈，你说这傅寒是不是假失忆了？有可能。那这整个傅家是不是就都是我的？我是不是就是傅家的掌权人了？放心燕儿，傅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找白楚熙和那2个小野种算账。都他妈没吃饭吗？给我使劲打！顾宇航，妈，别打了，再打我报警了。不许听气给我打！是。白主席，今天我要把你之前做的全部还回来。傅寒失忆了，我看谁还能帮你。妈咪，幸好我们要搬家，就让他们给我们搬个大房子吧。妈咪，证据在此。哎呀，小兔崽子，我教训！喂，是警察叔叔吗？有人聚众闹事。警察，傅少，这事我们办不了。乡亲们，快逃！我回，一帮废物！小孩子，妈妈说不能看，但妈咪好帅呀！白主席，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别逼我！妈，来救我！来救我！妈！哎，对不起，爷爷误会你这么多年。苏莹是个恶毒的女人，无害情夫，我要她为长子偿命。是苏莹，是她让我把东西放进副总茶里的，但我不知道那是毒药啊！爷，你还是不肯相信，你就认为是我杀了我的亲生父亲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让你彻底明白。也谢谢我杀掉了你的父亲了，把这件事诬陷在你头上，让傅四那个死老头整天对你疑神疑鬼。爷爷，玉宝和深深都是您的亲孙子，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去查。这我知道，这2个孩儿和长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我怎么不相信呢？孩儿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接下来，给我夫人一个名分。我记得玉佩明明就放在这里了呀。妈咪，你看，玉佩是被他偷走的。妈咪，这个人我从坏奶奶身边看见过。苏莹，这个女人真是可怕。幸好咱们搬家了。妈咪，蠢爹地和别的女人相亲都上头条了。
什么？果然，男人这种东西，只有打断腿拴在家里才老实。不对，我才对他没有感情。这种渣男不值得人喜欢。只是生生和玉宝需要一个父亲。夫人，傅寒说喜欢我，还说3天后和白楚勋离婚后娶我。哼，什么高岭之花，不过如此嘛。做得好，钱我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。谢谢夫人。夫人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你没失忆？骗苏莹的幌子而已。那你还到这儿相亲，还和那个女的说喜欢她，要和我离婚娶她？傅寒，前几天怎么就没毒死你啊？这不是毒死了，夫人就没老公了吗？夫人这眼眶红红的，该不会为我哭过吧？才没有。2023年4月12日，傅氏总裁傅寒疑似因感情问题自杀。傅寒，夫人，对不起。起看，什么夫人？我要和你离婚，傅寒，离婚。我不同意离婚。为了这一拳，我等了4年，整整4年。怎么样，傅总？感觉还不错。只要你不离婚，我命都可以给你。喂，副总，我们这边核实了苏莹的几桩命案，决定3天后在你举办的婚宴上对苏莹进行武力逮捕。可以。婚宴，你要？请你，夫人。放在他酒里，事成之后会把尾款给你。新婚快乐，孩儿！今天是你大婚，不仅我高兴，九泉之下，你的父亲也十分欣慰。长之今天是会高兴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跟我妻子的婚礼，婚礼正式开始。欢迎大家。白楚熙，苏莹，你说父亲今天会很高兴，确实，我这就送你下去跟他道歉。傅寒，你没有失忆。妈！哎呀，快走！傅寒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完了，伯父，是你毒杀了长之，要你为我儿子偿命。苏莹，我们将让你参与多起恶意杀人以及拐卖儿童，今天便把你捉拿归案。爹地，我觉得你的衣服很帅，我要和你换衣服。我来娶妈咪。摄政，今天是我跟你妈大喜的日子，我可不想动手啊。打电话而已，不用叫演戏了。白主席，我是真的好喜欢你。我知道这4年你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原谅我，但我想用我剩下的余生来弥补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，老婆？机会，看你表现了。老婆，爹地还没追回妈咪，好惨哦！还打我，回家就让妈咪换新爹地。来，玉宝孙子，我的乖宠孙子，太爷爷给你发红包哦！长子，苏莹已经被捕了，你以后可以安心了。